路飞等人在伟大航路的某个航线上收到了一封神秘的邀请函，上面写着：如果你是海贼中的海贼中的海贼，就带着你新来的伙伴来这座岛吧。岛的名字叫狂欢岛。见多识广的罗宾表示，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有这样一座岛。拥有危险感知能力的乌索普瞪圆了眼睛，肯定地说，这一定是陷阱。所以狂欢岛到底是干嘛的？天天搞狂欢 party 吗？罗宾看到邀请函下面还有介绍，狂欢岛是伟大航路上唯一的娱乐胜地，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在那里每天都是狂欢节，可以享受到多彩的温泉和美容院，夜间还有美女为伴，让你享受琥珀色的时光。晚餐是满汉全席。一听到温泉、美容院、美女、满汉全席这些敏感的关键词，娜美、山治和乔巴已经按耐不住了，纷纷嚷着要去看看。但乌索普依然觉得这是一个圈套，不该去。索隆让船长路飞来拿主意，身为海贼，遇到冒险和有趣的事情，当然要参与了。路飞决定率全员前往狂欢岛，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狂欢圣地。众人按照邀请函的地址下船找到了狂欢岛，结果登岸以后发现，哪有什么狂欢、派对、美女，整个就是一座荒岛，除了海鸟什么也没有，荒凉的都可以拍《鲁滨逊漂流记》了。果然还是被骗了呀。罗宾的关注点总是和其他人的不同，他仔细看了看地图说，地图上不是有花吗？这座岛上怎么没有花呢？乔巴听到好像有什么声音传来，路飞仔细一听，指向小岛丛林的深处，声音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既然都来了，大家决定去瞧一瞧。走入丛林深处后，大家惊呆了，原来所谓的狂欢派对居然隐藏在这里。这里好像一个繁华热闹的城镇，有彩色的建筑，有摩天轮，有可爱的热气球。看来那些美容院、美女、美食都不是假的，有可能就在城镇里面。草帽一伙人一想到这些令人激动的项目，兴奋得不能自已。这时候迎宾的队伍齐刷刷地站在街道的两边，他们用扇子遮住脸，露出修长的美腿。山治推了推太阳镜，露出满意的微笑，赶快投入我的怀抱吧。结果迎宾队伍将扇子拿开，山治傻眼了，这都是些什么牛鬼蛇神，一个个都是长着胡子的大叔，头上还长着叶子。在迎宾队伍尽头走来3头大象，正中间的大象上面站着狂欢岛的岛主祭典男爵，他的左肩膀上还有一个可爱的小花朵。祭典男爵对大家表示欢迎，真诚地邀请大家在岛上尽情的放松。山治等人高兴的手舞足蹈，这里果然是个休闲的圣地啊。然而祭典男爵话锋突然一转，在完全放松休闲之前，大家必须接受地狱般的试炼。地狱般的试炼这个词听上去挺危险的，一点都不休闲啊。草帽团的众人问祭典男爵，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温泉美容院？祭典男爵一脸懵逼，看样子他自己也不知道。草帽团就知道被骗了，转身就想走，结果路飞将众人拦下来。地狱般的试炼正合路飞的口味，越危险刺激越能激起他的兴奋点。祭典男爵在一边煽风点火说，如果对你的伙伴不信任，就放弃吧。这话又给了路飞一剂强心针，正好戳中路飞的要害，他非要留下来接受试炼。大家都不同意，一来没有什么好处，二来也没有义务参加，最主要的是还很危险。伙伴问路飞为什么总是一副什么都不怕的样子，路飞说，因为我对你们有信心，任何困难对你们来说都没有问题。既然船长都这么说了，船员们再不支持就太没有道理了。大家一致通过，决定接受地狱般的试炼。祭典男爵发出大笑声，整个城镇如一个巨大的机械城一般快速变化移动，发出气势磅礴的声音，气氛都渲染到这个地步了，看样子这个试炼一定刺激又危险。结果祭典男爵宣布了第一个试炼内容，就让大家大跌眼镜。这个试炼是捞金鱼。场地变换之后，大家站在一个擂台一样的圆形场地内，场地中间升起了一个鱼缸，里面都是金鱼。规则很简单，3分钟之内谁捞的数量多，谁就是胜者。顺便要说一句，和公园里捞金鱼的工具一样，捞网是很容易破掉的。就这，草帽一伙发出疑问。祭典男爵派出了自己一方的得力干将蒜苗头，这个家伙看上去有点白痴。乌索普自告奋勇的参战，比赛正式开始。乌索普率先出手，将捞网伸向鱼缸，蒜苗头则微微一笑。突然整个场地发生剧烈的震动，场地后面的海水里掀起千层巨浪，
一条犹如鲸鱼一般的巨大金鱼从海水里腾浪而出，还长着锯齿獠牙，乌索普都吓傻了。另外，海上还飘过来2个巨大的桶。祭典男爵解释道，虽然比赛是捞金鱼，可没说是捞鱼缸里的小金鱼啊，真正的比赛内容是将这条巨型金鱼捞到桶里。这谁能捞得进去啊？乌索普将捞网塞给娜美，转身开溜。娜美看了看手里的网，又看了看这从天而降的巨型金鱼，突然山治冲过来，飞起一脚将金鱼踢飞。娜美将捞网交给了索隆，索隆没办法，只好拔刀而起。祭典男爵警告，出刀是犯规。索隆反应倒也是迅速，将刀快速收入刀鞘，然后利用刀鞘将金鱼击飞。路飞接过捞网，又狠狠给了金鱼一拳头，金鱼都要被这几个汉子揍死了。但是路飞的捞网破掉了。蒜苗头不知道从哪里逃出来一个巨大的捞网，因为没有规定说不可以使用其他的捞网啊。蒜苗头将巨球捞网接住金鱼，将它向自己的桶里丢去。眼看着第一场试炼要失败了，关键时刻罗宾使用能力结出巨大的网，将金鱼抢了过来。乔巴则利用皮毛强化，使自己身体膨胀起来，在最后的几秒钟里将金鱼弹进了己方的桶里。祭典男爵肩上的小花朵宣布第一场试炼草帽团获胜。与此同时，岛上的丛林里，一个戴着帽子和眼镜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正用望远镜偷偷观察路飞他们。祭典男爵宣布还有第二场试炼。娜美十分不爽，我们是来度假的，可不是来搞什么试炼的。说着准备带着大家离开小岛，结果众人在丛林里迷了路，怎么也找不到去海滩的路线了。大家绕来绕去，绕到了一个舞台前，祭典男爵正站在舞台上等着他们呢。既然走不出去，只能留下来通过这第二场试炼了。祭典男爵宣布第二场试炼的内容套圈圈，双方各派出4人小队，乘坐小艇在水上，只要将对方的队员全部套上圈圈就算赢了。祭典男爵派出了4个老人，分别是黄头青蛙、红头青蛙、绿头青蛙、粉头青蛙。草帽团这边，娜美和乌索普、山治、索隆组成一队。比赛开始，双方的小艇开始你争我夺的在水上竞争。在一个分岔口，4只小艇两分开，娜美和乌索普一只船对抗的是粉头青蛙和绿头青蛙。2个老人第一波工具居然是在小艇上烤肉，利用烟雾和烧烤的味道来干扰娜美和乌索普。乌索普将小艇提速与对手齐肩，粉头青蛙就将烤红的木炭往乌索普的船上丢过去，不一会儿船就起火了。情急之下，乌索普和娜美分别在小艇上找到了2个礼品箱，娜美打开的是2个水杯，气得娜美差点当场晕死。而乌索普的箱子里居然是一个滑翔套装，没等乌索普反应过来，套装已经穿在身上，把他带去了天空。娜美看着逃走的乌索普更加生气，旁边的对手还一直挑拨。娜美非常确定，在性命攸关的时候，乌索普只会丢下自己。山治和索隆的小船与另外2个老人同路，本来山治和索隆就互相不和，2人共同参战的话就没有不拌嘴的时候。这次再经过对手的挑拨，山治和索隆矛盾更深，2人无心比赛，只想和对方决斗。对手想要趁机干掉2人，结果彼此对峙的索隆和山治认为对手太干扰了，一起出招将对方的小艇击碎，顺便给他们套上了圈圈。这时候绿头青蛙赶过来出手了，他的动作十分敏捷，山治和索隆根本抓不住他。关键时刻，乌索普从天而降，将绿头青蛙套上圈圈。这一场草帽团勉强胜利。然而虽然胜利了，但是彼此间的矛盾似乎越来越大。因为乌索普的逃走，娜美对他的意见很大，山治和索隆在比赛中彼此互相责备，矛盾更深。天空燃放烟花庆祝草帽团胜出，但是大家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路飞和罗宾、乔巴去找地方休息，路飞总是感觉有人在用石头砸他，他生气的去抓那个人。2人在一个有圆形游泳池的房间相遇，胡子哥称自己也是个海贼团的团长，然后大言不惭地说让路飞加入他的海贼团。路飞当然不同意。胡子哥说，一开始大家都这么说，过一段时间主意就改变了。我给你点忠告，小心祭典男爵，他会让你的伙伴成为一盘散沙。蒜苗头因为输了，可以给罗宾他们提供服务。罗宾让蒜苗头陪他一起喝酒，顺便打探岛上的情报。罗宾从蒜苗头那里得知，岛上有一朵花，是岛上唯一的一朵，名叫莉莉康乃馨，在岛的最高处。乔巴则一人溜达，然而整个城镇除了草帽团一个人都没有。乔巴顺着空荡荡的街道走啊走，结果居然来到了一片墓地，这里立着许多墓碑，乔巴都看傻了。这时突然从后面冒出一个眼镜男子，通过交谈，乔巴知道男子也有一个海贼团，不过他的海贼团都是家里人。
有他的2个女儿和1个儿子。本来他们是带着度假的心情来到这里的，结果发现上当了。眼镜男带乔巴去看了一个贴在墙壁上的老旧通缉令，原来祭典男爵原本也是海贼，那么他为什么要招募海贼来参加试炼呢？乔巴想将此事通报给伙伴，结果被暗处的一支冷箭击中。晚饭的时候，山治因为对祭典男爵的手下厨师小铁十分不爽，于是和小铁来了一次厨艺对决，做出一桌子美味的晚餐。索隆想要起身吃饭，结果被山治浇了一盆冷水。不给我加油鼓气的家伙不配吃我做的饭。索隆赌气，索性不吃了。乌索普想和娜美搭话，缓解2人的关系，但是娜美一直都不理会他。因为一直被娜美冷落，乌索普心情十分不爽，自己跑去散步，结果遭到了一个长得像河童一样家伙的袭击。娜美和蒜苗头坐在一起喝酒，蒜苗头声称就在前些日子自己还见过戈尔蒂罗杰，就在那个暴风雨的前夜。蒜苗头说着说着，仿佛在回忆什么，突然痛苦地捂着脸，等他拿下手的时候，脸仿佛死人一般溃烂了。罗宾在晚饭时悄悄走出去打探周围的情报，结果意外地发现了一大片海贼船的残骸，在岛上还有一个很高的山，山上有一个巨大的好像 U 型铁一样的花。祭典男爵默默地出现在罗宾的身后，告诉他想看的话就上去看吧。莉莉、康乃馨。整个狂欢岛的气氛越来越诡异。娜美、路飞、索隆、山治突然发现乌索普、罗宾、乔巴3人失踪了，大家互相埋怨，伙伴间的关系不知不觉间出现了裂痕。山治埋怨一切都是因为船长路飞的错误决定，导致大家遇上这些事情。伙伴们都失踪了，路飞紧咬牙关，沉默不语，只是在默默想着办法。这时候祭典男爵站了出来，向大家公布第3场试炼。没有任何规则，数百名枪手会疯狂地袭击草帽等人，只管逃就行了。索隆和山治、娜美分头去找乌索普他们，袭击乌索普的那个河童率领枪手们去追杀娜美等人。路飞留下来准备对付 BOSS 祭典男爵。祭典男爵率先发难，向路飞射了一箭。路飞看到他左肩上的那枝花突然表情十分狰狞，路飞躲过一箭，但是这支箭是跟踪的，追着路飞到处跑。看来不把路飞射死是不会停下来了。路飞被追得走投无路，然而这时路飞突然被一股力量吸进了土里，原来是胡子哥救了路飞。他为了对抗祭典男爵，在地下挖了很多隧道，可以通向岛的任何地方。胡子哥告诉路飞，他的伙伴就是被祭典男爵给俘虏了，然后被巨大的怪物吃掉。祭典男爵十分仇恨那些团结的海贼团，他会想办法让这样的海贼团分裂。胡子哥警告路飞，绝对不能单独挑战祭典男爵。娜美等人被河童小子率领的火枪队追杀，四处逃窜。火枪队疯狂地向他们射击，河童小子的头上堆满了可以爆炸的盘子，他一边踩着滑板，一边扔出盘子袭击娜美和索隆、山治。一阵阵爆炸后，索隆从烟雾中站起，3刀流鬼斩将河童小子斩杀。但是那个小子似乎是不死之身，受了索隆的攻击后，既不流血也没有伤口。索隆反复砍了他几刀，他都没有任何的反应。此时祭典男爵赶了过来，向索隆射了一箭，将他给俘虏了。祭典男爵曾经是一个海盗，在22年前，他曾见过戈尔蒂罗杰。然而在那之后不久，他就因为一场暴风雨失去了所有的伙伴。他一个人漂流到了这座岛上，因为太过寂寞和孤独，于是和岛上的魔花莉莉康乃馨签订了契约，通过引诱海贼来到岛上给莉莉做食物，莉莉则复活祭典男爵的伙伴。但是这些伙伴的持续时间似乎和莉莉的进食时间是相通的，一旦莉莉没有食物吃了，这些僵尸伙伴就会失去活力，然后慢慢变成尸体。乔巴醒来以后，发现自己虽然中箭了，但是身上没有受伤。眼镜哥和他的3个孩子就在他不远处。祭典男爵驱动莉莉进食，巨大的 U 型花上伸出触手抓走了眼镜哥的一个孩子。乔巴立马变身冲上去将孩子救了下来，然而触头转头抓到了乔巴。孩子们都想上前去救乔巴，但是眼镜哥太过软弱，他不敢冒着生命危险上前，拉开孩子准备逃走。乔巴被触手拉到了巨型花的上面，他看到娜美、乌索普、罗宾、索隆、山治都在这里，接着他也被丢了上去，成为莉莉的食物。路飞营救伙伴心切，没有理会胡子哥的忠告，还是独自去找祭典男爵单挑，结果被祭典男爵用剑封锁住了行动。路飞看着自己的伙伴被莉莉吸入体内，似乎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又着急又愤怒，他心中燃起怒火，但是却无计可施。祭典男爵打算一击杀死路飞，关键时刻路飞又被胡子哥拉入地下，
在这里，眼镜哥和他的3个孩子也在。一个叫做迪吉的孩子能够听到很细微的声音，他告诉路飞，他的伙伴并没有死，还在呼唤他的名字。这个声音很微弱，别人听不到，只有这个孩子能听到。路飞于是重新燃起希望。洞穴外面，祭典男爵疯狂地四处发射爆炸箭，企图将洞穴炸毁。胡子哥鼓励路飞，他并非孤身一人，他的伙伴还在等他。所谓伙伴就是这样，一定要同吃苦共患难。现在自己愿意站在路飞这边，成为路飞的伙伴。路飞走出洞穴，向祭典男爵发起挑战。这时候，路飞似乎是觉醒了见闻色霸气。祭典男爵发射的箭，路飞轻松躲过。他利用胡子哥的地道做掩护，在地下逃窜躲避祭典男爵的攻击。祭典男爵反身向露头的胡子哥射击，爆炸箭击中了胡子哥。胡子哥告诉祭典男爵，我现在就是路飞的伙伴，别妄想从别人的手中夺走伙伴。祭典男爵大声嘲讽，路飞则彻底被激怒，他挡在胡子哥面前，替他接下了祭典男爵发射的箭雨。接着一击飞拳正中祭典男爵的脸，将祭典男爵打倒在地。接着路飞冲向巨型花莉莉，一拳打中莉莉的身子，这个巨型花就像橡胶管一样被打翻。路飞继续疯狂地向莉莉进攻，几拳之后，莉莉的形态发生了改变，居然变成了成千上万支箭。祭典男爵站起身，他左肩上那只可爱的花朵已经变成了狰狞的食人花。食人花的身上突然爆出许多枝桠，枝桠上挂着娜美、乌索普等人。祭典男爵指挥上万支箭一起落下，瞬间将路飞扎成了刺猬。但是路飞依然坚强地站在原地，毫不动摇。迪吉鼓励路飞不要放弃，你的伙伴在呼唤你。路飞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一步一步向祭典男爵走去，把我的伙伴还给我。眼镜哥不太相信地问女儿，你真的能听见那些声音吗？女儿说自己的听力遗传了母亲，她听到了父亲之前为了逞英雄让乔巴假装被他打败的样子，以此来让孩子们开心。即便如此，她依然相信父亲是一个勇敢的人。迪吉的话让眼镜哥十分感动，他鼓起勇气拿起地上的弓和箭，准备袭击祭典男爵，帮助路飞。祭典男爵肩上那个恐怖的食人花转头看着他，眼镜哥吓得忍不住发抖，女儿给眼镜哥加油鼓气。最后眼镜哥勇敢地射出一箭，这一箭直接击穿了食人花，破除了莉莉康乃馨的魔咒，所有的僵尸都变回了植物的样子。路飞趁机冲过去，一拳将祭典男爵 KO。 天空破晓，噩梦般的夜晚过去了，路飞躺在地上，浑身都疼。不过他欣慰地看到自己的伙伴们正迎着朝阳，一步一步向自己走来。